大家好，我是带着话筒的来财偏偏。本期视频咱们不讲悬疑，不搞烧脑，偏偏要送给大家一个治愈系的故事。动画大师金敏称这部影片是他4部长篇作品中最爱的一部。说到这里，小伙伴们应该已经猜到了，他就是《东京教父》。故事开场正是圣诞节，流浪汉们聚在一起聆听神明的教诲。牧师在台上讲得慷慨激昂，许多救赎台下腐朽的灵魂。流浪汉们却懒得配合表演，他们大多目光呆滞，就等牧师唠叨完，好去领救济粮。老金和阿花也在其中，他们是一对浪友。老金消极厌世，阿花积极浪漫。这里着重介绍一下，阿花是跨性别者，男儿身女儿心。老金总拿这点嘲讽阿花，阿花不仅不生气，还能自我调侃。阿花的嘴好像开过光，说到奇迹，孩子就会发生。他和老金领了食物，叫上了主角3人组最后一位成员，最近离家出走的叛逆少女小美，一起去废品站淘宝。阿花美其名曰这是在寻找美好的圣诞礼物，老金却嫌他戏太多，几个人在垃圾的包围中吵吵闹闹，圣诞礼物居然嚎啕大哭，自己冒出来了。居然有这么狠心的父母，把孩子扔在垃圾堆里。3人惊讶之余，发现女婴的包裹里有一张出生证明，一张拜托好心人照看孩子的纸条，简单的婴儿用品和一把编号1225的钥匙。阿花直接进入了母亲的角色，她温柔地哄着孩子，想把他带回住处。可老金和小美却认为，还是应该把女婴送到警察局。この子は神様がくださったクリスマスプレゼント。私たちの子供よ。阿花立刻给女婴起好了名字青子，只因为她觉得今晚的天空很清澈。接着3人刚把青子带回落脚的帐篷，青子就大哭不止，怎么哄也哄不好。阿花跟着孩子泪流满面，却还是坚持明天再把青子送到警局。为什么今晚不送呢？因为阿花不想让圣诞节成为青子被父母抛弃的日子。最后还是老金找到了青子哭闹的症结，他给青子换上了干净的尿不湿，又打发小美去便利店买矿泉水。看来老金在变成流浪汉之前，也曾有过自己的孩子。老金告诉阿花，他以前是个小有名气的自行车运动员，20岁时奉子成婚。可世事难料，他的女儿生了一种罕见病，医疗费用高昂，使得老金不得不和赌博团伙合作，多次故意输掉比赛赚取赌资。后来老金被剥夺了比赛资格，女儿也病逝了，老婆悲伤过度，也跟着女儿走了。老金常想，他的女儿比小美还要大5、6岁，如果现在还活着，也是个大姑娘了。哎，没想到老金也有这么悲惨的过往。买水回来的小美在门口偷听到老金的回忆，也忍不住为之动容。阿花拿起冲好的牛奶，准备喂给青子喝。这里柜子上有张合照，大家可以留心一下，它与阿花的经历有关。第2天一大早，阿花还是不愿把孩子交给警察，抱着孩子先走一步。可她无处可躲，圣诞夜下了大雪，老金和小美顺着雪地上的大脚印，很快就找到了阿花。其实阿花除了舍不得孩子，还透过这个孩子看到了自己。她很清楚，把青子送到警察局，这孩子只有2个下场，要么被警察送到福利院，要么被送回不爱他的父母身边。阿花也是个孤儿，所以她不想让青子经历她经历过的痛苦。可能是感受到了阿花的悲伤，连边境里的建筑都摆出了哭脸。经过内心的一番挣扎，阿花下定决心，她要去找青子的父母问个清楚。阿花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老金和小美正好同意，老友3人组由此踏上了寻亲之旅。可茫茫人海，去哪找青子的父母呢？小美想起青子的包裹里有一把车站储物柜的钥匙，他们打开了125号柜门，里面居然放着一个女人的全部家当。老金又找到一把钥匙，阿花则发现一对年轻情侣的合照，他们很可能就是青子的亲生父母。小美翻出一家酒吧的营销卡片，3人立刻决定去酒吧碰碰运气，说不定青子的爸妈就在酒吧工作。一个女人为啥会把家当存在车站？老金见过太多绝望的人，他越想越害怕。万一青子的父母抛弃孩子，双双化蝶怎么办？总不能去阴间找人吧？他和阿花正商量着，小美却无意间看见了亲爹，吓得当场跳车跑路，还把唯一的一罐奶粉弄洒了。看小美他爹着急的样子，明显是在到处找他。那小美为啥要离家出走呢？这里咱们先按下不表。一时间3人欲哭无泪，只能带着嚎啕大哭的青子雪中漫步。经过一处墓地时，老金直接拿起人家祭拜用的酒来解馋，一边喝一边质问阿花，他们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，拿什么抚养青子？阿花被问得悲从中来，泪流满面。没想到哭着哭着，他看见另一座墓碑前居然放了一堆婴儿用品。阿花当即认为这是神的眷顾，狂夸青子简直就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幸运天使。没想到好事一桩接着一桩，3人走着走着，又遇上一个被压在车下的胖大哥。他们帮胖大哥把车推开，对方为表感谢，拿出了钞票和名片。老金一看名片上的姓氏，忍不住老脸一红，这不是呼应上了吗？老金刚才在墓地偷喝了人家的酒。胖大哥是黑帮大佬，他今早特地来墓地祭拜父亲，是因为他的女儿今天就要结婚，而他的女婿正是3人要找的酒吧老板。
大佬开车带他们来到婚礼现场，新郎也就是酒吧老板告诉阿花，照片中的女人做了眼综合，来酒吧陪酒替老公还债。女人的名字叫阿珍，怀孕后就辞职了。酒吧老板也不知道阿珍去了哪里。阿花刚打算离开，一旁的老金突然气得浑身发抖。原来酒吧老板就是当年教唆老金赌博的人，害得他家破人亡。老金拿着酒瓶子要动手，阿花赶紧拦住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旁的黑人女服务员突然化身杀手，朝着黑帮大佬掏出手枪。这一幕非常戏剧化，酒吧老板光顾着躲老金，却无意中替岳父挡了枪。杀手一次没有击中目标，情急之下随便拉过了带孩子的小美当人质。阿花拉着老金去救人，只看见杀手坐的车牌号125的出租车离开。阿花连忙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询问行车路线，老金却不想当什么动作片演员，他们根本打不过这些杀手，不如让2个孩子自生自灭。阿花却老把2个女孩当成家人，她扯的老金冷酷无情，人渣一个，又把青子的包裹砸到老金身上，独自去找小美和青子，剩下老金自己醉醺醺的走在大街上，碰到一个濒死的流浪老人。老前辈从穿着打扮上看，简直就是翻版的老金。老人把老金带回自己的小窝，交给老金一个袋子，让老金保管好他的遗物。それで最後のお願いだろ。老人走了，老金离开之前瞥了墙上的一张海报，海报中的建筑竟然是青子父母合照的背景，这样一来就能凭借完整的建筑找到青子的家了。而老人给老金的那个袋子里也装着不得了的东西，具体是啥咱们后面揭晓。老金想去找阿花会合，一帮小混混却来找麻烦，他们狂扁了老金一顿。这时大家注意，楼上的灯光就是双方的血条，会随着双方的战斗力开灯关灯。小混混甚至连死去的流浪老人也不放过，人性的恶劣在此处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有些人哪怕已经处于社会底层，还是会欺负比自己更软弱的人。小混混们抢走了老金攒了很久的现金3张万元日币，老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硬是把钱抢了回来。这一战是上帝1000，自损8000。老金身受重伤，倒在地上喃喃自语，他想在临死前再见青子最后一面。此时胡同里空降女神拯救了濒死的老金。为啥女神会在胡同里出没？老金临死前为什么想见青子最后一面？以上2个问题，咱们稍后再呼应上。花开2朵，各为之。杀手大哥携着小美来到了一处破败的小巷子，小美还以为自己的肾肯定保不住了，没想到杀手大哥人不错，他把小美领回了家，还让自己的老婆喂青子和母乳。小美和杀手的老婆也是语言不通，2人鸡同鸭讲了半天，小美才发现他们的父亲都是警察。接着，小美拿出她离家出走时随身带着的几张照片，照片上有她最爱的宠物猫，名叫天使，有信奉宗教的母亲，也有被涂黑了脸的父亲。尽管现在不是宣泄的好时机，可此时此刻对小美来说，陌生人的怀抱就是最好的安慰。小美哭着哭着睡着了，她在梦里回到家中，回到她和父亲矛盾激化的那天。那时小美还是个胖姑娘，由于父亲扔在她心爱的天使，小美一怒之下捅伤了父亲。母亲本来在角落里吓得求神拜佛，可当小美转过头，妈妈却变成了阿花，父亲变成了老金。小美在青子的哭声中醒来，也许她自己都没察觉到，在潜意识里，她已经把老金和阿花当成了流浪生活中的父母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焦急的阿花终于得到了1225号出租车的行车信息，司机师傅直接将阿花送到了杀手下车的地方。看到小美和青子都无大碍，3人便坐了出租车回电话亭找老金。可在日本打车贵得离谱，阿花根本付不起12250块，司机师傅只能自认倒霉。大家可能注意到了，影片中反复出现1225这个数字，车辆的柜子、出租车的车牌号、打车的费用等等，都和今天的日期12月25号圣诞节呼应上了。此时的电话亭早已没了老金的身影，小美焦急地四处寻找。阿花本来还在气头上，可当听到路人说起有流浪汉死在了街头，阿花比谁都担心。还好当她揭开白床单，露出来的并不是老金的脸，而是那个死去的流浪老人。这下连小美都看出来了，阿花肯定是对老金有意思。阿花要安顿2个孩子，只能去曾经工作的风俗店求助。妈妈桑把阿花当女儿，当年阿花不辞而别，如今娘俩再见面，忍不住抱头痛哭。好巧不巧，拯救老金的女神刚好就是风俗店 cos 女神的姐妹，4个人就这么戏剧性的团聚了。阿花和妈妈桑聊起从前，她当年也被称作风俗店的百灵鸟，非常热爱唱歌。后来阿花因为歌声过于悦耳，和客人打了起来。她之前又遇见了真爱，抱着不想再给妈妈桑添麻烦的心态，阿花顺势抛下往日红尘，去追逐爱情。可惜真爱在浴室捡肥皂，意外摔死，造化弄人。阿花也失去了对歌唱的热情，堕落到四处流浪。妈妈桑没有怪阿花多年不联系，再次见面，她只希望这个干女儿平安健康。也是多亏妈妈桑帮忙，一行人在风俗店休整一番，再次踏上了寻亲之旅。临走前，阿花还写了一段牌句。旅立ちを見送る母の息白く。
他们按照老金的新发现，四处找照片和海报上的建筑。几天过去了，当4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，原来的房子却早已化为废墟，被拆的只剩一扇大门了。据邻居们说，这家2口子，男的就知道喝酒赌钱，女的只能四处借钱为生。他们3个月前用房子抵债，搬离了这里。阿花在日历上发现了一个地址，他推测这个地址就是阿珍的新家。又白忙活了一场，3人在便利店休息。老金反复感慨，只有人渣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，如果有机会，他也想再见女儿一面。原来老金之前撒了谎，他的妻子和女儿根本没死，他是因为酗酒和赌博才失去了原本幸福的家庭。酒吧老板其实是个放高利贷的，老金无颜面对女儿，只能默默攒钱，希望有一天能把这3张万元钞票亲手送到女儿手上。忍不住科普一下啊，3万日元折合人民币还不到2000块钱。此时坐在一旁的小美沉默不语，和往常咋咋呼呼的样子大相径庭。原来她在一摞报纸上发现了父亲给她留的口信，简简单单的一句“小美，天使已经回来了”，就让小美知道只要她愿意，父亲随时欢迎她回家。小美忍不住跑到电话亭，拨通了家里的电话。父亲只听呼吸声就认出了小美，但小美一句对不起堵在喉咙里，就是说不出来。他好不容易平复了心情，却看到阿花和老金正和一个嫌弃流浪汉的醉鬼吵了起来。眼看着醉鬼要动手，一辆救护车径直撞进了便利店。救护车撞到的地方刚好就是阿花和老金刚才坐的地方，青子的幸运天使体质再次显灵了。醉鬼吓跑了，店员只能赶紧叫救护车来救救护车上的人。阿花松了一口气的同时，当场喷血晕了过去。哎，再叫一辆吧。医院里，小美抱着青子等待。一个护士看孩子可爱，就来找小美搭话。当得知孩子叫青子的时候，护士开心地说：“太巧了，我也叫青子。”与此同时，医生叮嘱老金，阿花需要静养和营养。老金很不满，他们都是流浪汉，哪有地方让人静养？哪有钱补充营养？医生冷漠地表示，他只负责治病，人还是要靠双手改善生活。老金还想继续怼，却发现医生在身体力行自己说过的话。这下没办法，老金只能把给女儿攒了3万日元拿出来交医药费。老金和阿花肉疼的嗷嗷哭。仔细看，钞票上的福泽谕吉都很悲伤。直到刚刚和小美搭话的护士出现，老金才停止哭泣，目瞪口呆。护士就是老金的女儿，怪不得老金快死的时候还念叨着青子这个名字。而父女相认后，福泽谕吉又笑了。父女俩多年未见，多少有些尴尬。老金担心女儿心有怨恨，小心翼翼的解释，他不是没心没肺，他一直在为女儿存钱。女儿也很想念老金，尽管妈妈独自经营着自行车店很辛苦，但她和妈妈也从来没有放弃寻找老金。女儿提到，当时来他们家追债的那个放高利贷的，最近受到了枪击，不过已经抢救过来了。他说的自然是黑帮大佬的女婿。老金听到这里也长舒了一口气，他也明白债台高筑是自己的错，和别人无关。女儿还说最近要结婚了，结婚的对象就是刚刚穿假肢的医生。老金觉得医生人是不错，就是年龄都快跟他一辈大了。老金也不想想，他那女儿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，导致女儿从小就缺少父爱，找一个比自己年纪大的男士结婚也很正常。果然女儿说自己不介意医生的年龄，还说医生的亲生女儿病逝，原配夫人也随着去了，所以他想陪在医生身边。医生的遭遇竟然和老金曾经编造的一模一样。阿花听到这里再也听不下去了，他大骂老金撒谎，装什么自行车选手，其实就是烂赌鬼，输了太多钱没脸回家而已。这还不算完，阿花还冲着老金的女儿吼：“老金到处撒谎，说你们娘俩早死了，他就是使个浪戴面具，臭不要脸！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摊上了这么个爹！”撂完狠话，阿花叫了小美，雄赳赳气昂昂的走了。小美不能理解阿花为啥突然翻脸不认人，其实阿花只是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揭开老金最真实的一面，让这对失散多年的父女在短时间内真正的认识彼此。为老金争取到女儿100%的原谅，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了。就像他最喜欢的寓言故事《哭泣的赤鬼》。从前有个赤鬼想和人类一起生活，可是人类都怕鬼，于是他的朋友青鬼想到了一个主意，青鬼假装成恶霸欺负人类，赤鬼再出来保护人类。这样一来，赤鬼不仅实现了愿望，还成了人类心中的大英雄。但青鬼为了隐瞒真相，只能选择离开这里。在这个故事里，阿花就是青鬼。等青子找到妈妈，小美与父亲和解，就是阿花退场的时候了。阿花给自己什么结局，他没有说，小美也没继续问。他们继续向前，阿花边走边说：“万一青子的生母追悔莫及，现在难过的想自杀，她一定要为一时的自私向青子的父母道歉。”谁成想，阿花开高光的嘴再次领业，他们还真碰上了打算跳桥自杀的阿珍。小美把阿珍从死亡边缘拉回来，阿珍本来还挣扎着要去死，可当她听见青子的哭声，脸上的表情立刻从绝望变成惊喜。阿花指责阿珍是个不负责任的妈妈，阿珍哭着否认，说是渣男老公阿强趁她不在家扔掉了孩子，她到处找不到，才想到自杀。阿花庆幸青子的妈妈并不是故意抛下她，便和小美一起含泪和她这辈子最好的圣诞礼物告别了。
另一边，老金正在医院看电视，在一条彩票中奖简讯之后，一则人贩子诱拐女婴的新闻吸引了老金的眼球。因为诱拐的女婴赫然就是青子，这是咋回事？青子不是被人丢弃的吗？怎么变成被诱拐的了？老金可不想被当成人贩子通缉，他按着新地址找到了赵文胜的丈夫阿强。阿强说出的真相令人窒息，青子根本就不是阿珍的孩子，是阿珍从医院里偷出来的。他俩没钱抚养孩子，阿强就趁阿珍不在家，把青子丢在了废品站。现在阿强买彩票中了10万块大奖，更不想和这件事扯上关系了。老金只好问阿强，阿珍去哪儿了？毕竟只有阿珍知道青子的亲妈是谁。可阿强却完全不关心老婆，只听阿珍出门前说要去孩子身边，这话里话外不就是要自杀吗？此时人命关天，老金骑着自行车满大街找人，正好遇上了阿花和小美。老金骑车用力过猛，喘不过来气，比划了半天才喊出一句：阿珍不是青子的妈妈。阿花和小美反应过来，赶紧跟着老金去找青子。幸亏青子的哭声够洪亮，在满大街的孩子中脱颖而出。而此时的阿珍已经魔怔了，她抱起青子撒腿就跑。三人就追着阿珍一路狂奔，他们先后换乘不同的交通工具。阿珍开货车，老金骑上了警察的自行车。阿花半路拦住一辆出租车，没想到碰上熟人了，又是之前那个倒霉催的出租车司机。此处金敏石呼应再次出现，老金宛如自行车手附体，还拍起了惊险异常的动作片。随着阿珍冲进栋大厦，阿珍带着青子冲上天台，想纵身一跃，一了百了。还好小美年纪轻，体力好，最先追上了阿珍。阿珍这才说出心中所想。他的孩子还没出生就去世了，所以当他在医院的育婴室里看到青子就在笑，便情不自禁地把青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按这部片子的戏剧性，之前3组遇到的那个堆满婴儿用品的墓碑，说不定就是阿珍给了还没机会出生的孩子立的。阿珍现在就想带着青子重生，做真正的母女。她去意已决，就连她的老公阿强赶来劝阻，她也懒得多看一眼。而小美再一次拉住了死亡边缘的阿珍。将死之际，阿珍突然看到青子对他说：“我要回家。”婴儿当然不可能说话，我们就把这一幕当做阿珍的良心发现吧。他让小美把青子抱走，可小美一个小女孩实在没力气把他们拉上来。慌乱之中，老金和阿花赶到，阿珍却没有抱住孩子，阿花竟然母性光辉爆发，跳下楼去抱住了青子。一阵大风过去，阿花拉着横幅在朝阳下轻巧落地。感谢上升气流，这一幕堪称本片最大的神迹。寻亲之旅就此结束，青子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。老金不禁感慨，以后再也听不到青子的哭声了。说着，老金让小美去给他拿烟，他要戒烟消愁。此处有一个彩蛋，小美拿烟时，流浪老人的遗物掉落，袋子里面有几张彩票，正好中了今天的头奖。不知道老金发现之后会是什么反应。接着，警察带着青子的父母前去感谢浪友3人组，夫妻俩丝毫不在意恩人只是流浪汉，反倒是真心的希望他们能给孩子起个名字。而阿花早就想好了，孩子就叫青子。幼子の頬に粉雪、清しこの夜。而本片最后的团聚就发生在小美身上，处理这起案件的警察正是她的爸爸。小美终于可以回家了，故事也就此落下帷幕。从各种意义上来说，《东京教父》的结局都很圆满。青子真是上帝派来的天使，他让亲人团聚，让老友重逢，还制造了无数次化险为夷。但是有没有小伙伴好奇，在这个温馨而又跳脱的故事里，到底谁才是教父？《东京教父》的英文翻译是 Tokyo Godfathers， 这个复数就很灵性。教父在基督教里是仅次于亲生父母的监护人，要对孩子履行陪伴、教育和保护的义务。而在《东京教父》中，阿花是跨性别者，除了在风俗店唱歌以外，没有任何谋生的手段。而且我更愿称她为教母。老金抛妻弃女、酗酒嗜赌、浑身烂泥扶不上墙的气质。小美就更别说了，自己还是个处于叛逆期的孩子。从哪个方面来看，他们都不具备当教父的资格。可这也正是《东京教父》最能打动我的地方。金敏用丰富而细腻的笔触，展现了人性的丰富多面。人可以自己活得苟延残喘，却愿与别人分享同一个屋檐；也能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，为吃不上饭的孩子热一杯牛奶。就算自己身世凄惨，却不忘为同样悲惨的生命祈祷。在为青子找妈妈的短短几天里，3个人都充当了教父的角色。即使没有任何人要求，他们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除了浪友3人组之外，《东京教父》中的种种配角也尽显小人物的人情冷暖。杀手让妻子给青子喂母乳，出租车司机无偿送阿花，就算是阿珍的渣男老公阿强，最后也良心发现，想要改过自新，和妻子好好生活下去。最有趣的角色是去世的流浪老人，他给老金的中奖彩票很可能改变老金的一生。有人说老头是圣诞老人，也有人说他是上帝，更有人说他是未来的老金，还有人说他就是个路人甲。大家觉得哪一种说法更合理呢？动画中的东京好像处于平行世界，因为东京本质上和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大都市一样，有多繁华就有多无情，有多热闹就有多冷清。可是，在《东京教父》中，这座城市每个灰暗的角落仿佛都燃起了一点光亮。这些可爱的配角们不也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吗？《东京教父》是一部没有反派的作品，温暖着正在度过寒冬的每一个人。正如基米在遗书中说的，现实往往不能像《东京教父》一样充满天赐的偶然和环环相扣的巧合，但是我们仍旧能暂时躲进动画的世界里，过滤一身风霜雪雨，收获满心治愈和感动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逢考必过，升职加薪。当然，如果你们肯给我一键3连，再投2个硬币的话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新年礼物。大家如果喜欢金米大神的其他作品，也可以留言弹幕告诉我。本期视频点赞过10万，咱们就再说一部，是说千年女优还是喂马的布屋呢？你们说了算。拜了个拜。